嗨，大家早安，我是乐吃购日本的富米。大家早安，我是乐吃购日本的明明。今天呢，我们来到北海道的川路。那这一次呢，其实是我第2次来川路。上一次来的时候是冬天，所以呢，那个银白色的雪中的世界真的是让我印象超深刻。那我这一次就特地要选在夏天来看看夏天的川路有什么样的魅力。哇，说到夏天，我们真的是在东京每天都热到不行，35、36度的，真的太热。那说到北海道呢，就是日本人的避暑胜地，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美食。你很懂哦，川路这边真的超级好吃，尤其是那个海鲜新鲜到不行。那这一次呢，我就特别请教了日本人同事，还有北海道这边的旅行专家，请他们给我们一些点子。然后我也特别企划了一个夏天的北海道川路必去的行程 Top 6。你是学艺鼓掌吗？我做的很用心吧？那我们就要一一揭晓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6大必去的景点，或是必吃的美食、必体验的行程。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先从第6名开始揭晓。3、2，转啦！川路湿原温根内步道。我跟你说，这个夏天去一定超漂亮，迫不及待了。而且听说没有想象中的热，意外的凉爽。那我们就赶快出发 ，Go！ 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好，我们首先就先来到第6名的这个川路湿原温根内步道。那川路湿原国家公园里面呢，其实有各个不同的步道。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温根内步道呢，它非常适合大人小孩，因为它的步道算是好走的，风景又漂亮。那在这个温根内步道呢，其实官方是有提供3种不同长度的路线，所以大家呢就可以依照自己的体能或者是时间安排来选择适合的步道。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边出发，然后看一下能够走多远。我要走那个最短。没问题，走。今天天气超好而且我原本想说应该会要秋天或是冬天比较漂亮，没想到夏天也超美的。对，绿色跟蓝色的天空，可以当那个 Windows 的桌面。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实际上走在这个湿原上面。那在整个国家公园里面呢，其实湿原都是有水嘛，所以有像泥巴这样子，所以不是很好走。但我们来到这个呢温根内呢，它其实是有木栈道的，所以非常的方便。那在整个园区里面，也就只有这边有木道，所以推荐大家来走这边。那现在呢，我们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这边有一根这个很像在测那个机油深度的。机油？你知道有一个尺，然后呢，就让你可以这个跟那个柳川一样可以划船。这样吗？不是。很深很像那个，还可以再往下所以你有可能如果真的不小心掉下去，可能是会一直陷下去的，很危险。哇，这个画面我第一次看到。是哦，好，那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吧，拜拜。温根内步道被湿地环绕，每个季节都有不同风景，也可以看见各种动植物。春天绿意盎然，秋天金黄耀眼，冬天则是银白世界。每年7、8月的夜晚，还有机会在湿地间看到萤火虫微光闪烁。夏季蚊虫比较多，记得要带防蚊衣哦。哇！现在面临一个抉择，我们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怎么办？你选一个。它没有写指标所以我要选的那个短的路线是其实它就是从这边弯一圈，然后从那边再回来。是吗？对。我们要先走。我觉得这边比较明亮，我们走这边好了。好，未来是光明。对。不愧是国家公园，到处都是大自然。来，我们来看到这边呢，就有介绍在4季呢会有哪些动植物会出现。这样讲好怪。没有动物啦，花。真的是很多种不同种的种类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夏天有这么多种。好，我觉得我们走到这边已经有点，是不是有点累了？我们现在在这边，再过去可能要900公尺。我们根本就才走一下下而已。但因为我们边走就有边看这些大自然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漂亮，在这边走起来也很舒服。而且我觉得这边很疗愈的是，可以听到那个虫鸣鸟叫，真的有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超舒服的，跟东京完全不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第5名。那
这么多，应该里面要有吃的吧？有，我知道有一个吃的。我希望下一个就是吃的。哎，正合我意。好，那我们就出发去吃炉端烧。接下来马上到了我们第5名的炉端烧。那说到北海道，大家一定都会想到海鲜吧？北海道这边的海鲜真的非常的新鲜又非常的好吃。但是呢，串路这边有一个特色美食，就是把海鲜烤来吃，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品尝的炉端烧。那我们今天选的这一家店呢，叫做Chikuzen。然后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我已经大概快要2年没有见到他了，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赶快进去跟他会合。はい、今日はなんとスペシャルゲスト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私の北海道の友達、釧路の阿部さんでござ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まず、はい、阿部さんにちょっとお伺いしたい質問がありまして。どうぞ。なぜ釧路といえば炉端焼きですか？なるほど。そこがですね、かなり深いんですけども、一応釧路というところは海にこう面してるんで、すごいやっぱりね魚がいっぱい取れるところになってます。でそこでやっぱりいい魚を刺身でもいいんですけど、その他の料理方法ないのか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いろいろね皆様方がこう調べた結果ですね、焼いてちゃんとしっかりと油も落として食べやすい形がいいんではないのか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で、簡単に言ったら、そのところからね炉端がこう始まったというような感じで、広まっていってます。じゃあなんか由来とか昔からのストーリーとかはありますか？炉端もいろいろこう諸説あるんですけど、一番有力だと言われているのがですね、山形県の方で偉い方がねそう遊びに行った時に野菜を焼いてるのを見て、これもしかしたら魚介類もいけるんじゃないみたいな感じになって、でそこでこう持っ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が、有力なお話になってますね。まずは最初は野菜。そう、最初は野菜からだったらしいね。すごい、先人の知恵だ。そう今は7月ぐらいですよね。はいはい。何が夏といえば何が一番おすすめですか？はい、今この時期はやっぱり時知らずが一番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ただ時知らずはね、刺身で食べても美味しいので、その辺はね、焼くのか刺身にす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人それぞれ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ただやっぱり年中通して美味しいのがホッケ。ホッケ美味しいですね。油でポトポト落ちてね。そう。なのでそういったのも絶対全然食べれますし、あと貝類、牡蠣とかね。牡蠣美味しいですね。この辺もいっぱい取れるところあるんで、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でも食べていただけ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次はもうすぐ秋になったら何を注文すればいいですか？そうですね。秋といえばね、釧路はやっぱりサンマなんですよね。サンマ。サンマ。だいぶ今ね取れなくなってきて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それでもねサンマは美味しい。それこそミミンご飯好き？ご飯好きです。無限に食べれる。サンマで？すごいですね。それぐらい美味しいサンマになってますね。じゃあ早速注文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ょう。はい。これなんだね。本日のおすすめ。そう。じゃあなんか特別な食べ方とかはありますかね？それともそのままの味。海鮮の味。海鮮の味でしっかりと油落として多分食べた方が一番美味しいかなと。特に調味料とかはいらないですか？かけない。もう本当塩の味とか海の味でそのまま来るから。やっぱかけて最後は大根おろしとか醤油とかで。ちょっとさっぱり系です。そう、もちろん口の中よだれいっぱいになってきたけど。じゃあ注文しましょう。はい。ビールが来ました。じゃあお疲れ様です。お疲れ様で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越し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以下班了吗？ほらああやって目の前でやってる。すごい。アリーナ席いいですね。好，我现在要来先吃看这一个，从清爽的生鱼片开始吃，然后这个是阿贝桑刚刚推荐我，现在当季最好吃的，叫做 Tokisatsu 的鲑鱼，来吃吃看它的生鱼片，不知道它跟一般的鲑鱼有什么不一样。超级软嫩，我觉得它吃起来比一般的鲑鱼再更绵密一点呢。因为一般的鲑鱼啊，或是我们吃到那种叫做沙蒙的那种生鱼片，通常都比较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可是这个吃起来很清爽，感觉是有在健身的，应该蛋白质也很丰富，好吃。那我再来吃吃看刚刚
阿威桑跟我推荐，就是这边的香菇一定要吃，它会帮你淋上一圈那个汁，有看到吗？闪闪发光的，一定超级好吃，感觉就非常的新鲜。然后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串路这边的这个炉端烧，竟然最先不是海鲜最早是从烤野菜开始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来点点看这种元祖的烤野菜。いただきます。太鲜了，超鲜，而且刚烤好热腾的，好香哦。整个香菇汁在口中爆发，好幸福。来ましたね。出てきました。めちゃめちゃ美味しそうなものがいっぱい。そうですね。どこから食べればいいですかね。いきますか。じゃあ、行きましょう。まずは麺目からいきますか。麺目。はい。はい、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はい、どうぞ。いただきます。我第一次吃这个面美，那这个面美呢是北海道这边深海的一种高级鱼，然后它的中文叫做喜之刺。阿部さん、喜之刺知ってますか？シーズ2、いや、わからない。なんだろう。面美の中国語。シーズ2、結構覚えやすいね。はい。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そのままではい、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お、食感がね。プリップリですね。そうなの。美味しい。これが麺目と、またホッケはホッケで違う食感するんで、めちゃめちゃいいです。美味しいです。はい。じゃあホッケもはいはいいますね。はい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はいす。阿部さんもぜひどうぞどうぞ。はい。じゃあ食べますか。はい。いいただきます。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まあホクホク。最高。このちょうどいい塩加減の味がちょうどいい感じで。鮮度がうまいね。やばいですね。美味しい。美味しい。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大家早安！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的第2天行程。昨天晚上呢，真的是炉端烧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人间美味。今天第2天来继续公布我们的第4名跟第3名。没错，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是在串路站前的巴士总站。然后今天我们要去的第4名跟第3名呢，听说都可以搭这个巴士就可以抵达，所以我想要一次来揭晓第4名跟第3名。짜란！好，我们先看第4名哦。Go！ 魔州湖加硫磺山。加硫磺山。好，那看一下第3名哦。嘿。阿寒湖温泉街啊，这个是我之前也有去过的，那时候去是冬天，然后看到那个银白色的小村落，我真的觉得超级美，超级期待今天可以去看到夏天的样子。那今天这2个景点呢，我们都是要透过观光巴士去，所以不会开车的朋友也不用担心，看今天的这个段落就对了。那我们今天要搭的这个巴士呢，叫做霹雳卡果霹雳卡号。是这样翻吗？名字哦，它非常的厉害哦，它是有附导游的观光巴士，而且它是会绕这些知名的景点一圈。早上8点发车，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起了个大早，现在还有点没开机的状态。但是它的行程非常非常的充实，所以大家如果有来串路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可以前1天先住在串路市内，这边有非常多很划算的商务旅馆。那隔天一早再来搭这个霹雳卡果就可以逛一整天，非常完美的行程。那我们就马上出发 ，Go！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一次排名 Top 4的魔州湖。这个魔州湖呢，它据说是世界上最透明的破火山口湖。天气晴朗的时候呢，因为整个湖面非常的干净又非常的透明，所以受到阳光的折射下，就可以照射出非常漂亮的蓝色。那这个蓝色也被称为魔州湖蓝，整个湖面呈现这样子的颜色。但是呢，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是一个非常
烟雾缭绕的状态，所以呢，很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看到这个魔州蓝。另外，在北海道阿寒湖这边呢，有一个原住民的族群叫做爱奴族。魔州湖这边的地名呢，在爱奴语当中叫做卡木伊斗，意思就是神之湖的意思。如此可见它有多神秘。那因为这边常年都是这种雾气缭绕的样子，所以据说可以看到真正魔州蓝的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天选之人。但我觉得今天这样子浓浓的雾气也是非常的有仙气，拍起来也很美。现在是第几名啊？现在是第4名。魔州湖跟硫磺山的这2个景点啊，距离其实蛮近的。我们刚搭巴士过来，大概车程20分钟，10到20分钟之间就到了，蛮近的。所以我们把它并列为第4名。那这个阿寒硫磺山呢，它在就是爱奴语里面，它就是裸之山的意思。那为什么叫裸之山呢？因为都是硫磺的关系，所以就不会有树木，光秃秃的样子。真的很光秃秃哎，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四周啊，这边其实蛮多小山丘、森林，然后到处都长满了树，唯独就只有后面这一段是空的，真的是裸之山的样子。那我们刚一下巴士啊，来到这边，马上就闻到浓浓的硫磺味，加上后面这个满满的烟雾，大家应该可以猜到这是什么地方了吧？泡温泉的地方。但不能跑。这个硫磺山呢是川汤温泉的源泉地之一，然后同时它也是一座活火山，所以我们要小心。活的。然后因为这边硫磺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有一个步道，可以让你走到里面，很近距离的观察那些火山的喷气口。所以呢，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特别体验。只是刚刚导游有特别提醒我们，那个烟啊，那个叫什么？那个云，那个雾。刚导游有提醒我们说，那个烟雾如果吸入太久的话，可能会对喉咙有点刺激。我其实现在就已经觉得有一点痒痒的了，所以我准备了这个口罩，我要戴起来了。好，那我们就往里面走进去看看。出发。走，这个硫磺山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你从停车场慢慢的沿着这边的沙砾之路走过来，可以非常近距离的观赏到火山的喷气口，还有这边的硫磺结晶。我觉得真的是很壮观，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大自然的生命力。可是呢，地上有点崎岖，所以走过来的时候要小心脚步，然后也不能跨入他们的那个栏杆内的位置，因为这边还是算是一个自然景观保护区。有温泉，小小的温泉在冒泡泡，而且光这样靠近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温度，那个热气，感觉敷脸可以紧致毛孔。好，看完了魔州湖跟硫磺山，接下来我们要去朝圣下一个阿寒湖温泉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从刚刚到现在都一直有提到爱奴语，其实爱奴族就是北海道这边的原住民。那我们等等呢要去这个阿寒湖的温泉街附近呢，也有一个爱奴族的小村落，在那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当地的传统文化，然后也可以逛他们的手工艺品的土产店啊，或是在那边享用爱奴族的美食，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其实上次冬天的时候有去过，但是呢，今天去看看夏天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赶快回去巴士集合，完蛋了，要迟到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就是第3名的阿寒湖温泉街。这边一下来真的是非常漂亮，沿着整个湖畔呢就有非常多的树林、自然美景等等，而且呢在4季都有不同的风景。我们之前在冬天就有来过，真的，请大家看一段 VCR。我之前冬天来的时候，真的觉得这边超梦幻，根本就是人间仙境一样。然后呢，那时候是看到整片湖都结冰，它旁边也有非常多的积雪。然后走进这个森林步道里面呢，也可以看到整个森林都变成白雪皑皑的样子，真的超级漂亮。那在这个阿寒湖温泉街呢，因为它是温泉街嘛，所以有非常多的温泉饭店。我们刚刚真的是沿途看到，哇，选择非常的多。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来这边住住看。冬天泡温泉一定超级赞。
那除了温泉街之外呢，这边呢也有一个我们刚刚经过，我觉得很像魔法世界，像哈利波特一样的地方，就是爱奴族的村落。这个景点呢，名称叫做爱奴コタン，意思就是爱奴的小村落的意思。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型的商店街，里面有非常多充满爱奴文化的土产店、商店街，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所以我们真的也决定要去逛逛。好，那我们就去走一下吧。这边沿路就是一个非常在地的商店街，然后我们现在要往那个爱奴聚落那边移动，酷哦！刚在巴士上啊，导游也有跟我们讲说，因为这边的商店街都是不定休，所以其实很难把握这边当地人哪一天心情好会开店，大家可能真的就要碰一下运气。但如果刚好遇到还有开，就很幸运。对啊。我觉得这边真的是蛮有那个老街的风情，真的漂亮。你在看什么？就看这个很可爱耶，它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叫马利莫啊，绿球藻。对，这边很有名的。说到阿寒湖，就是绿球藻。超可爱的，这个拿来当宠物很疗愈的。它会长吗？它会长啊。而且他说只要换一般的这个自来水就可以。那很适合你，你不是都喝自来水？哦，对，跟我一样。好，我们刚刚在爱奴聚落这边逛完一圈了，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棒哎，因为我觉得这个聚落虽然它范围小小的，可是它真的能够重现那种爱奴族人在这边生活的轨迹，我觉得非常棒。虽然这样说也好像有点怪，因为据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爱奴族人是实际住在这边，然后1楼就当做店面，2楼是他们的住家。但实际上好像爱奴族现在很少，应该是对很少数的民族，所以能够这样子维持一个他们的传统，我觉得不容易。包括像他们的建筑啊，建材主要都是用木头嘛，然后不然就是用那个茅草去建筑而成。然后进去之后呢，卖很多手工艺品嘛，大多都是熊，然后或者是猫头鹰。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呢，其实都是被他们视为是神圣的象征。对。那爱奴族人呢，他们的木雕还有织布的技术也是非常厉害的，都常常会雕出一些很漂亮的几何图形，我觉得这点也非常的有特色。那在这个爱奴聚落呢，除了可以逛到这么多他们的手工艺品或是土产店以外，还可以欣赏到传统舞蹈还有口簧琴的表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而且是在其他地方真的很难看到的文化表演体验。所以大家如果有来到这个爱奴コタン爱奴聚落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然后好好的配合一下他们表演的时间表，就可以来欣赏这边的传统演出。我们刚刚在阿寒湖温泉街这边已经逛了一圈，然后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那个爱奴聚落村，因为我觉得可以感受到那种当地原住民的特殊文化，我觉得超级赞的。然后刚刚慢慢走过来啊，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免费的足汤可以泡哎，如果是冬天的话，我一定泡下去。那在这个足汤的正对面呢，也有一个知名温泉旅馆集团赫雅他们新开的饭店，叫 The Forest 阿寒，就在这个足汤的正对面。所以呢，大家以后来阿寒湖这边旅游的时候，又多了一个住宿的新选择。好，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在这边揭晓下一个要去的景点，就是我们串路必玩清单的 Top 2第2名。来看一下哦，偷看串路诗园独木舟，看来是很需要体力跟时间哦。那先让我们回饭店休息一下，明天准备好再出发。大家明天见。大家早安！大家早安！第2名呢，就是串路诗园独木舟体验，好紧张哦！这是我可以说是最期待又最紧张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就是很刺激哎！你有划过吗？独木舟？没有划过，我也是第一次。OK， 那我们这一次呢，利用的这一家独木舟的方案
是叫做 Marsh and Marsh and River。你好会讲英文哦。然后全程都会有专业人士陪同，所以我觉得第一次体验也完全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就在等待他们帮我们准备好我们的独木舟，等等就可以出发了。好紧张。今天就交给福米滑了。OK， 没问题。好，那我们就准备。哎，福米在哪？我在这里。出发！天哪，好刺激哦！可是刚刚他有发给我们这个安全背心，我觉得很安心哎，感觉防护得很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独木舟之旅喽。这种感觉好特别哦。对啊，好，怎么讲？很放松身心哎，因为那个水面其实算蛮安稳的，然后又可以在大自然当中，我觉得这个感觉超棒，平常体验不到。真的。而且我最期待的就是他们刚刚在路上就有说，你可能会在这个行程途中遇到野生动物。哦，你想遇到谁？我想要遇到狐狸好了。真的？不是转角遇到爱吗？这可能会溺水，会晕船，对，会在湿原晕船。哇，出发了！而且我们好幸福哦，我们根本没在滑，都是导游在帮我们滑，好不好意思？导游在。福米，你要不要努力一下？好，认真滑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运气很好哎，因为原本想说可能有点阴天，会觉得蛮可惜的，看不到很漂亮的蓝天。可是其实后来想想，因为这一个独木舟的行程大概要1个小时半，最少1个小时半左右，所以如果全程都是在这边曝晒，应该也是会蛮累的。这个天气刚刚好，真的刚刚好，就太阳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凉凉的，有风吹过来，又没有下雨，超幸运。刚刚工作人员跟我们讲说呢，这条河流再接下去呢，就是他们自然保育园区，所以我们目前独木舟只能滑到这里，就要准备返航往另外一个方向。而且我很喜欢刚刚就是他跟我们分享，因为这一个串路船呢，它其实是在湿原跟森林的中间，所以可以看到左半边是森林，然后右半边是湿原，就是矮矮的草丛，这样子不同的景象。我觉得很酷哎，就是真的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好，我们刚刚体验完 Top 2的独木舟体验，福米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太厉害了，整趟呢我就觉得非常舒服，有非常凉爽的风，而且在我们船上面另外一工作人员呢就非常详细的讲解，然后我们也看到非常多野生生物，所以我觉得怎么可能还会只有第2名？第1名是什么？我也是这样想我想说这怎么可能第2名？怎么有办法超越这个？这已经无敌了，所以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第1名到底是有多厉害。那我们就来揭晓吧。好，来3、2、1。哎呦，夕阳观光船，又是船的系列。我们这一趟搭了好多船的感觉。哎呦，感觉是厉害的哦。我以前就有听说串路这边夕阳非常厉害，但是我没有搭过这边的观光船，不知道是可以看到怎么样的景色，非常的期待。好，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Go。好，我们现在终于要来体验这一次旅程的第1名了，就是这个夕阳游船。我们今天要搭乘的这个夕阳游船呢，叫做 Sea Crane， 然后它搭乘的地方呢，就是在我身后这个木购物商场的里面。这个购物商场呢，里面有卖非常多北海道这边当地的土产，除此以外呢，也有餐厅或是小吃店等等的。所以呢，在等船的时候，也可以在里面逛逛，买一点伴手礼呀，或是在里面吃吃喝喝，等待上船的时间。那在登船的前30分钟就要来这边集合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刚刚穿上救生衣，要来去搭船喽。大家都穿这个黄色、橘色的背心，好可爱，很像一群小小兵在走路。好像分成2队要比赛一样。这就是我们要搭的夕阳游览船。你觉得今天看得到夕阳吗？我觉得肯定可以吧。希望可以。我觉得可以，但我要看到夕阳之前，我觉得我会先晕船。
你很容易晕船哎，易晕体质。好，我们现在已经要出发。我觉得这一艘船很欢乐哎，除了就是有饮料之外，后面有那个有人点餐的，有那个合菜。那应该是特别预约的。好可爱哦！你看，他跟我们挥手。他就是说搭完船肚子饿的话，回来的时候都可以去那间餐厅吃饭。好嗨哦，好嗨哦！果然有讲解就是不一样。然后呢，我们饮料也准备好了。耶！这很特别，这个北海道限定的可乐。对啊，他还写说是那个浮流水。浮流水，感觉很厉害，感觉很天然。没想到竟然还有海鸥的喂食时间，好可怕，好近哦！怎么办？我完全会失败啊！这边有啊，吃了！すごい！sorry， 我觉得你是在砸它。对不起，我会不会丢？我看一下，我要去瞄哪一只。他根本就站在定位，他自己狡猾。我不是说他狡猾，是他真的狡猾。OK， 好多哦，超多的，这其实有点密集恐惧症。我终于体验到为什么串路的人跟我说，他们这边第一名绝对必来的景点就是这个夕阳观览船。虽然今天很可惜，因为今天云层太厚的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夕阳，只有看到一点点粉红色的光而已。但是我觉得整趟船程真的超级棒哎，因为除了有无限喝到饱的饮料以外，还有提供小零食，然后船员也会非常幽默又非常亲切的帮我们介绍沿路看到的美景。然后没想到竟然还有一段是可以体验海鸥喂食秀，超级好玩。好，Fumi，我们这一次的夏天避暑串路之旅到了尾声了。没错。怎么样？你觉得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炉端烧。因为呢，在炉端烧呢，我们可以吃到北海道这边最新鲜的食材。那不止美食，视觉上也是一大享受，因为可以看师傅在那边现场料理，对，真的是超赞的，超级好吃。那你呢？我自己个人，我最喜欢的就是第2名的这个诗园独木舟，因为我觉得真的在那个诗园的大自然里面，完全感受到心灵净化。非常非常的宁静，然后可以听到虫鸣鸟叫，然后又有微风吹过来，真的超级舒服，我超级推荐。我虽然是室内派，但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都要试试看这个独木舟的体验。那这一次呢，第1名的夕阳观光船比较可惜没有看到夕阳，然后我们甚至其实还换了时间，但是还是没看到。对，没关系，但当做下一次再来的借口。没错，这一次呢，我们是夏天来，真的是避暑胜地，但是呢，在冬天，也是有不同的美景，在冬天呢，就白雪的美景，以及北海道这边特殊的丹顶鹤。那我们之前呢已经有拍过影片，那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哦。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我作为新人歌手出道啦，现在已经发布了 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Timeless Kyoto 3首歌曲，接下来也会继续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县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接收更多日本旅游资讯，请订阅吉田社长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们哦。那这一次，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行程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下面的资讯栏，都有更详细的说明哦。我们也有提供非常方便的行程套装，像是炉端烧加上独木舟，或是炉端烧加上我们的巴士旅游都有，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的资讯栏。那喜欢我们这次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